这次给大家测评啊，全新的别克 GL8 陆上这款车，就是它绿色牌照一样呢。咱们这次测评呢是插电混动版。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啊，在当今这个市场当中呢，纵然说是 MPV 市场也是受到许多新能源对手这种挑战等等之类的，但是呢 ，GL8 这种霸主地位呢，一直还都是比较稳健的存在的。所以呢 ，GL8 自身呢也是向新能源市场迈出了一步。去年呢是推出了陆尊车型，然后今年呢又去推出了定价和配置定位相对来说低一点、更加亲民化的陆上车型。那下面呢就对于这辆车呢去进行一个全面测试啊，咱们看看无论是家用、商用等等之类到底怎么样。首先从动力总成开始说起。这一次动力总成呢，反正至少开起来啊，我觉得跟之前通用这一套两档串并联没有什么太大本质的区别。通用呢一直都宣称它的这个馈电的动力性以及说油耗表现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这次呢，我甚至都没有测满电啊。满电呢，厂家宣称7.7瓦破百，我直接就测了一个馈电，就是在这个仪表显示啊，电量已经几乎到0的这个状态下，就是内燃机都强制起机了。这会儿的话，跑出来多少呢？8.0秒破百，确实是有电没电都是一条龙。这是动力性方面，然后再往下刹车，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呢38米，反正对于这种级别车型来说，这个成绩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赛道没有上来，因为确实呢，对于这么大3排座车，一般我们就不去这样挑战它了，因为比较偏离它的这个用户的使用方向。接下来说一说日常吧。那咱们还是先从动力总成说起。首先说一说能耗，能耗表现也是非常好，延续了之前陆尊的这种表现啊。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我们也是对它进行城市高速2个维度测试。下面啊，公布成绩，城市均速27，各种工况都包含，取得了100公里4.9升的馈电油耗，前后电量平衡，是不是非常好？然后再往下高速我们是尽量120的速度跑下来的啊，动态均速实际也超过113，这么严苛环境之下跑出的值是多少呢？100公里7.2升。再往下呢，说一说驾驶性、日常驾驶表现。说实话啊，确实就是完全那种电驱化的驾驶感受，整体上就是特别的平顺。别管用油还是用电，它的各种的切换啊、动力响应啊、驾驶性啊，包括说收油之后减速、滑行，然后包括 CRBS 等等这一切，我觉得吧，给到95分，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就这辆车日常开着，完完全全的驱动维度是给你一个电动车感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电不足的话呢，你还可以加油，还挺省油的，这些呢都是它优点。所以说这一次陆上动力总成，我觉得全车可以说是最大亮点，让你在一个这样的价位之下，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又好开又省油、有电没电都好开的一套油电混动机构，还可以上绿牌，还有160多公里反向虚标如此严重的这么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对吧？除此以外呢，再说其他方面。驾驶层面，我觉得啊，总体跟之前的这个 GL8 的老款呢差别不大，转向手感还行，从低速到高速，回正力矩随速增益。底盘我觉得啊稍微的有点碎，就是说它呢你会感觉就是对于一些可能中小震动呢处理的有点硬，有点敏感，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些余震，并不能够一次完成收敛。这是我觉得这辆车相对来讲啊一个略微存在的一个短板，就是底盘。隔音性的话，如果觉得以这么大的一个 MPV 来定义，包括这个价位来说还行，特别是前排，我觉得至少就开车的话比较安静，还是可以的。当然中后排啊，受于它这种腔体这种共振模态的角度来说，是肯定噪音，尤其是路噪会略有加强的。当然了，就是这辆车的话，它并不是像大家可能想象当中开着呼呼悠像船啊，特别老 GL8 那种感觉，不是，反而说呢，你开着会觉得这辆车是比较的硬朗。这种感觉就是车身这种动态操稳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直观的反馈。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它不仅仅是你可以买来，比如说是拿它去跑网约车，或者说去商务接待之类的，就哪怕你作为家用的话，你就自己开，我觉得这辆车也是完全够格称职的。再往下呢，说一说内部。内部的话，整体内饰风格呢，跟老 GL8是比较延续的啊。确实就是你会觉得在这种内饰，比方说用料啊、档次感上，比陆尊还是要差一点。但是呢，至少这个高配版车型它的配置还是不低的，反正也是各种的什么通风啊、加热啊、什么屏幕显示等等电动调节之类的，反正一应俱全，也是丰俭由人嘛，对吧？根据你预算去选择它配置等级。2、3排座椅呢，反正基本上2排吧，就是我们这个高配版车型也是各种功能都带，舒适性还不错。第3排呢，中规中矩，它是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坐垫，它呢并不能够支持这个前后的滑动，包括说靠背也是，靠背角度呢适中啊。
所以基本上，反正第3排就是一个普通 MPV 的水平，并不像现在有一些车型可能说能做到一个半躺或者其他的某种第3排的那一些可能更加复杂的收纳的这种装置。所以说第3排的话，即便你把座椅放平，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高台的，也就是这一切呢还是延续老款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当然了。第3排以后的储物空间啊，这个是 GL8一直比较存在一个优势，就是在 MPV 当中，你如果说坐满3排人的话，后面还可以放大的行李箱。如果你要是尤其是去机场啊，或者说全家人，或者说一个小公司的5、6个人长途出行的话，这点装载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以上呢就是对于说全新的这个 GL8陆上这款车的一些评价。我的主观感觉就是，它在老款 GL8一些比较成熟的机构上面呢，加入了一个全新的调教极好、很好开、效率很高的动力总成，是最大亮点。同时呢，在一些配置层面和一些反而内部装饰层面呢，也与高配车型去进行一些看齐。因此呢，就是我目前看啊，在市场当中有许多人买 GL8，觉得这个车比较经典，传承许多代。总体来讲，对吧？上汽通用是一个大厂，它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我觉得至少当今吧，可以花20多万比较低廉价格就去买到这么一个这么好混动系统，并且还是绿牌免税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啊，至少是值得推荐的。如果想买这个价位 MPV 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试驾，并且对比一下，我觉得啊，是可以打动不少人的。